滨海扬帆寻沃壤，峡湾落户牧牛羊。象牙折戟寒风烈，一骑无言树兴亡。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随着董王近期暴露出美国再度开疆拓土的野心，格陵兰岛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可美国真的有权控制这片区域吗？早在1000年前，一群来自遥远北方的航海者，他们驾着长船，劈开汹涌的浪涛，抵达了这个叫做格陵兰的岛屿。他们并非只是过客，而是在这片严酷的土地上建立了繁荣的定居点，耕种、贸易、生活，甚至建造了宏伟的教堂。他们不是普通的拓荒者，他们是维京人，以其勇敢和适应力著称。他们在这里度过了400多年，创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然而，在15世纪，他们突然消失了，仿佛被冰雪吞噬，不留一丝痕迹。他们究竟去了哪里？今天，让我们一起揭开格陵兰维京人消失的神秘面纱。远古的航海者，他们是冒险家、拓荒者，也是怀揣梦想的勇士。在公元10世纪末的寒冷岁月，冰岛的土地日渐拥挤，一位名叫红发埃里克的维京人因血腥争斗被驱逐。他扬帆西行，驶入迷雾笼罩的大西洋，寻找传说中的未知之地。这段充满艰辛与危险的旅程，当他看到冰雪覆盖却隐约透绿的海岸时，燃起了希望。他将此地命名为格陵兰，一个充满诱惑的名字。他深知一个好名字能吸引更多人加入他的冒险。公元985年，埃里克带领追随者重返格陵兰，25艘长船载满渴望新生的梦想。虽历经险阻，最终只有14艘抵达这片寒冷之地。维京人并未被恶劣环境吓退，他们发现了西南海岸的内陆峡湾，那里相对温暖，有少量适合放牧的草地。他们建立了东部定居点和西部定居点，两地相隔数百公里，中间点缀着一些零星的短暂的中部定居点。他们带来牲畜，勤劳耕种，修建农场，利用简陋工具和毅力与严酷自然抗争。他们修建教堂，在冰冷土地建立信仰中心。尽管靠近海洋，但出于某种未知原因，他们主要依靠陆地畜牧以及海豹等海洋哺乳动物的猎捕为生。在这片冰雪覆盖的土地上，维京人度过了数百年，繁衍生息，建立独特社会结构，形成一套独特的生存体系。约在1200年，格陵兰的维京人口达到顶峰，估计超过2000人。他们在这里创造了一段属于他们的辉煌历史。然而，这段看似平静的生活，终究无法逃脱命运的捉弄。一个更加神秘的故事正在慢慢展开。格陵兰的维京人并非固守欧洲传统，随着时光流逝，他们学会适应这片严苛的土地。他们发现，仅靠畜牧远远不够，便开始利用当地丰富的海洋资源。海豹骨骼大量出现在他们的垃圾堆中，证明海豹肉已成重要食物来源。他们还远赴北方海域，猎捕海象、独角鲸，甚至北极熊。海象牙成为维京人与欧洲贸易的重要商品。为获象牙，他们长途跋涉数百公里，前往迪斯科湾附近狩猎场。尽管远征危险重重，高昂的利润驱使他们前赴后继。考古证据显示，维京人逐渐将海洋动物纳入日常饮食。对人体骨骼的同位素分析表明，海洋蛋白质在他们饮食中的比例不断增加，最终占据80%之多。他们并非固守陆地畜牧，而是灵活调整食物结构。同时，他们并非粗糙拓荒者，学会利用灌溉技术和粪肥维护有限的牧场，尽力保持土地的生产力。然而，即使维京人如此努力地适应环境，他们仍然无法完全摆脱自然的制约。格陵兰的气候并非一成不变，经历了短暂的温暖期后，开始逐渐变冷。科学家通过分析冰芯和湖泊沉积物，证实维京人定居时期
格陵兰气温经历了波动，最终进入小冰期的寒冷时期，海洋变得更冷，海冰更频繁，阻碍了维京人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同时，欧洲市场对海象牙的需求逐渐下降，非洲象牙涌入导致海象牙价格大跌。这些因素都对维京人在格陵兰的生存造成威胁，也为他们未来的命运埋下伏笔。在13世纪，格陵兰维京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气候变化、经济衰退以及社会结构的动荡，如同三重枷锁将他们紧紧地束缚住。1257年，印度尼西亚的龙目岛火山爆发，这场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向大气中释放了大量的硫磺，导致地球的温度下降。这场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对格陵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海冰范围扩大，风暴变得更加频繁。与此同时，欧洲的经济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随着非洲象牙大量涌入欧洲市场，格陵兰海象牙的需求急剧下降，这使得维京人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贸易来源。不仅如此，黑死病在欧洲爆发，使与格陵兰有重要贸易联系的挪威遭受重创，人口急剧减少，前往格陵兰的船只也随之减少，使得维京人与欧洲大陆的联系几乎中断。他们从欧洲进口的铁器、粮食等物资也变得越来越少。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格陵兰维京人并非毫无作为。考古证据表明，为了适应环境变化，他们逐渐放弃了对牛的饲养，转而饲养更耐寒的羊和山羊。他们开始更加依赖海洋食物，但他们仍然没有放弃海象狩猎，这似乎是他们经济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格陵兰岛的另一群居民因纽特人也开始从加拿大北部迁徙到格陵兰岛，他们拥有更先进的海洋狩猎技术，能成功的在冬季通过冰洞猎捕海豹。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维京人并没有从因纽特人那里学习这些生存技能，而是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随着气候变化和贸易衰退的加剧，维京人似乎不得不放弃一些小型的、位置偏远的定居点，转而集中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但是，这些努力仍然无法阻止命运的齿轮朝着他们不可预知的方向转动。在历史长河中，格陵兰维京人如同耀眼的流星，划破北极夜空，短暂照亮冰冷土地，又迅速消失在黑暗中。他们的消失成谜，吸引一代代学者探索追寻。早期观点认为他们因不适应环境，拒绝学习因纽特人技术而灭绝，但如今研究显示，他们的遭遇远比想象复杂。最新研究表明，除了气候变化和经济衰退，干旱和海平面上升也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科学家分析湖泊沉积物中的植物遗骸，发现格陵兰在维京人定居后期变得越来越干燥，牧草难长，畜牧业遭受重击。同时，冰盖扩张导致海平面上升，淹没许多肥沃农田，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些地质证据与社会经济分析相互印证，共同指向维京人面临的多重困境。他们并非不适应环境、固执己见，而是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一系列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最终让他们走向衰落。